当中华民国在国际上失去了中国的合法代表权，自我认知从国际法人认知转向了土地认知，土地认知就给了台独空间嘛，是台湾人的土地，所以台湾人可以独立建国。从土地认知又转向了自我认知，你就发现台派独派的人，他们对于唯心论非常的追求。公民法治社会的一个要求，依循规范，权利与责任是要对等。公民社会的维系跟运作是非常仰赖老百姓对于背后政治哲学基本理解。就你嘴炮讲讲很爽没有关系，但是整个社会必须去承载这样的言论带来的作力。当我们对于现代的公民法治社会都没有一个最基本的认知，完全从唯心论的角度去出发的时候，那将招致大祸。这也是台湾今天意识形态最分裂的地方，政治哲学最分裂的地方。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它转向唯心论，那就没有沟通空间。这也是台湾社会之所以背后的分裂，唯心论跟唯物论之间的差距。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我们来讲那个中华民国非中国论啊，最近这个论调非常多人在谈嘛，因为呢，我就看这个知名媒体人的说法，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他说啊，Republic China， 对啊是有 China， 但是呢，这个 China 代表不了国际上的 China， 所以我们称台湾啊，所以中华民国不是中国啊，因为它代表不了中国啊，所以称台湾。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代表嘛，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嘛，所以我们台湾中华民国人不能再说自己是中国人嘛。这不是我们害的，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害的好了，都同意了都同意了当然这个论调还很多啦这一大堆一大撇论调都同意。今天我姓李，然后有一天我突然心情不好，我说我不姓李了，我今天想姓王，我想姓陈我想姓林，可以啊，你可以自己讲自己爽啊，无所谓啊。邓武庭到户政事务所的时候，抱歉，你姓什么我还是姓李啊，我能怎么办？能改吗？可以，请依照合法合理的去改。相关规范都非常清楚，你要改姓，这都很清楚。我也可以改姓我妈的姓，都可以。这叫什么？大家知道吗？这叫公民法治社会。公民法治社会的一个要求是什么？依循规范，在规范里面享有自由，权利与责任是要对等的。可讲了半天之后呢，我就觉得是真的了，然后反过头来质疑这个规范，这规范有问题啊？怎么可以这样规范呢？这规范是对的吗？就跟有一个人每天说新垣结衣是我老婆，林志颖是我老婆现在这个好像都年纪都太大了，现在改林香，对不对？改这个李多惠，改李英爱，都可以，没问题。你也可以每天讲啊，李英爱就不是你老婆啊。这都是政治哲学破碎化、去中心化、去脉络化所造成的一个最基本的结果。公民社会的形成跟维系跟运作，它是非常仰赖你老百姓对于背后政治哲学逻辑的一个基本理解但是因为我们台湾呢，现在讲白了，因为台独谋夺权力嘛，台独谋夺支持嘛，所以呢，他就透过所谓的解放的方法来让你觉得你爽不爽。依然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我受邀上这个百灵果，他们自以为台派了，但是好像台派想把他们开除台籍这样子不过没关系啦，那一般来规范他还是偏绿的啦，但是觉得也很高兴这个机会嘛。我们跟他整整录了2-3个小时他很多时间在讲解最基本的逻辑的部分。那台下就有一个他们的 sponsor 这个干爹然后还喝酒喝得很嗨我印象非常深刻他的表情，讲了半天很难取得共鸣。我知道我反而开大绝你知道吗？但是他辛苦习近平他妈妈这样子，马上送给习近平他妈妈三个字，哇，全场欢声雷动。对啊我说OK 好，那大家爽我也知道大家很爽，我也骂得很爽好，那结束了。只是习近平他妈比较辛苦一点好，那回过头来，那爽完之后呢，马上台下吐槽我说可是我爽啦。我说这样就够了吗？对够啦，可以啦。这就是公民社会崩溃的现象，因为他对于基本的成立责任义务，对于社会基本的逻辑，他都完全不在乎。他们只在乎他享受言论自由，但是你的言论自由享受的越大，整个社会所要付出的代价它是相应而生的。好像你觉得你嘴炮讲讲很爽没有关系，但是整个社会它是必须去承载这样的言论所带来的一个后坐力的，是一个很悲剧的事情。其实今天讨论这个中华民国非中国论的时候，有太多论述，这个在市场上很多论述，有机会我再把它整理成一个更完整的版本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版本来好好的讨论一下。但是我只是讲说，这样的一个心态跟这样的一个思考逻辑，现在正主宰着这个台湾。越来越久的时候，你就会对于整个两岸严峻的形势，你失去了最基本的，不要说敬意我们说 serious 严肃性。当它失去了严肃性的时候，那危险就相应而生所以我们今天面对所谓的联合利剑 2024A， 它已经几乎是，我认为它叫做逼台军演。很多人说它是围台军演，不，它叫逼台军演，逼到你台湾最里层了。
只差给你看见而已。他说没看见当没事啊，是啊，这世界上多的是没看见就没事啊。共军哪怕登陆，我跟大家讲，所有台湾人都完蛋，真完蛋啊！你不一个寻求和平的方法处理两岸问题就完蛋。你就想嘛，一旦发生了战争，请问你那一栋房子值多少钱？但你债务一点都没少啊。我们的意识形态要怎么讲，你的言语要怎么讲都可以。可是当我们对于一个最基本的现代的公民法治社会都没有一个最基本的认知，完全从唯心论的角度去出发的时候，那将招致大祸。有人可以撒气撒一辈子，有人可以安全上任、安全下任，然后拿817万票，那他提供啊，但社会是整体，社会是延续的嘛。他刚刚提供啊，不代表你是提供啊，对吧？就这个样子啊。那他不倒霉，你会倒霉啊，这才是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一个内核的一个问题嘛。所以今天这个中华民国非中国论这个所以我觉得相当值得梳理，但是它背后其实就是我们教育的崩坏，所以导致我们缺乏了事实上去认知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物，尤其是政府政策决策的时候，它的真实性，它整个社会的所谓的言论脉动，所谓社会认知的偏差性。事实上我们无法有系统的去理解这个背后的真实的脉络跟理论，但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今天台湾社会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混乱，而这个混乱就是你在地缘上你是逃不了中国这个问题的，可是你在心理内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的时候，你也搞不清楚，但是这样就是对的，就会喊出一些很神奇的理论，然后还自己觉得自己对，自己陶醉自己好。简单来讲哈，就中华民国到底是什么？中华民国其实我可以很精确的跟大家下一个定义，因为我最近花了很多时间做这个革命史的部分了。中华民国其实是 Republic China 嘛，所以有这个 China 什么意思 ？China 就是外国人给中国的称呼，就是英文里面的中国嘛。我们就去理解到，所以中华民国是不是中国？1971年的时候1972年的2758决议文嘛。那这最常有人讨论，那这个我想很多人都讨论啊，比如说2758决议文之前有所谓的两个中国提案啊，一中一台提案都被否决了嘛，好，然后再来进到所谓的这个驱除蒋介石代表嘛，然后这个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作为中国的合法代表权。那美国的解释就是说，这个就不属于中国。其实这些都可以了事实上，我们该怎么理解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呢？在大陆地区，我讲在大陆地区。事实上已经完成了迭代，你不管你喜不喜欢，这是个历史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1号之后，然后再紧接着一些后续的战事，基本上把中华民国政权从中国这个大陆这个土地上给驱除掉了。好，那但中华民国没有死，所以呢，它依然呢在台澎金马这个地方立足下来了。然后再接着内战本来要打完的，但因为呢天然条件，因为当时黑水沟就台湾海峡够宽。第二个，韩战爆发，所以呢，第七舰队协防，所以导致这个战争就被按下了暂停键，就直到今天就是这个样子。中间当然发生了823炮战等等的。那国际法的战争呢是怎样？从1949年就一直战到1971年1972年2758决议文结束。OK， 好，那结束之后呢，就代表什么？中国代表权在国际法上的主要的争夺也结束了也就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是1971啦，刚才更正，1971年10月25号告终了嘛。那其实也没有告终，但是你要发起冲击，你比较有实力。但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关系，在大陆上它就变成第一共和跟第二共和关系。因为进入共和时代之后，每建一个共和就称为一个共和，这个是西方人的一个用法。而共和这样的体系 ，Republic 这样的体系也是从西方来的。所以其实我们的政治体制是很受西方影响的。所以很多人说这是朝代关系，其实也不是朝代关系它是一个共和之间的关系，只是一般人搞不清楚这个状况。好，那这就变成说，这个认知就开始出现问题。就当中华民国在国际上失去了中国的合法代表权，那我们该怎么自我认知呢？所以他就从所谓的国际法人认知转向了土地认知，土地认知就给了台独空间嘛。台独就因为土地是台湾人的土地，所以台湾人可以独立建国嘛，所以他就从土地认知又转向了什么？自我认知。所以为什么你就发现台派独派的人，他们对于唯心论非常的追求？因为事实上，国际现实压着他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他就往唯心论去钻。这也是台湾今天意识形态最分裂的地方，政治哲学最分裂的地方。理论上，政治哲学都是非常理性的，可是呢，因为这样的一个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他转向唯心论。当他转向唯心论的时候，那就没有沟通空间。这也是台湾社会之所以因为蓝绿的分裂，其实背后的分裂，除了统独的分裂之外，还有唯心论跟唯物论之间的一个差距。这个是今天想分享给大家的。我们今天聊到这里，我们明天再相见了，拜拜。